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来说一说美国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演为什么悄悄的删除戏份。在8月底刚刚结束的美国超大演习2021当中，广大网友们一直等到最后也没有等到关于台海部分的剧情上演，这让很多人很是失望啊。美国方面虽然一再叫嚣要反对中国武力收复台湾，但是到底怎么个反对法却一直拿不出章程来。这次所谓的超大规模演习2021也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答案。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这次演习的规模的确挺大的，动用了5个国家的军人，2.5万多名官兵，36艘战舰。如果纵向比较，这的确是40年来美国组织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不过距离世界大战这个概念呢，恐怕还差点意思。美国现在所提出战略构想是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打一场全力以赴的大战。虽然美国的战略家们一再强调两线作战是不可取的，但是从2014年开始，美国的政策就转向了既反对中国也反对俄罗斯，逼着这2个欧亚大陆上的最大国家走到了一起。所以要不要和中俄同时开战，恐怕已经不是美国自己能选择的了。如果把问题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虑，那么25000多名军人呢，可能也就算是个开胃前菜吧。这次超大规模演习的重点是在西半球对付俄罗斯，东半球对付中国。在中国这个战略方向上2个比较重要的战场分别是台湾海峡和南海。台湾的重要性显然要高过南海，但是演习直到最后也没有把台湾场景考虑在内，这似乎不符合美国一直以来的战略主张。在美国内部，以台海为背景的兵棋推演或战术演练已经干过无数次了，但美国军队公开表示自己在兵棋推演当中都输给了解放军，并没有能够阻止中国的统一，这样的结果是不出乎人们的意料的。台湾离中国大陆不远，解放军可以动用大量的陆基火力，实现在台海周围的火力封锁。美军要想压倒解放军的战斗力优势，可能要把现在部署在西太平洋的兵力扩大到10倍以上，这显然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既然做不到，就不把方案拿出来被别人耻笑了，这或许就是超大规模演习2021当中不考虑台湾场景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放弃了武力干涉台海的事务。目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非常努力地演练岛屿游击战战术。如果美国军队认为自己找到了某种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一定会在后续的演习当中把有关战法拿到桌面上来，让盟国帮着自己操练一番。这次演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军方想尝试一下，看看自己到底能够在西太平洋动员起多少盟国的力量。英国舰队远道而来参与，就是对美国战略的极力的支持和呼应，这是个铁哥们儿。那么美国的西太平洋的这些盟国到底拥有多少战争潜力呢？我们不妨来算一算。假设这些国家不进入大规模的战争动员，仅仅以常备军参战的话，首先韩国应该被排除在外，因为韩国距离中国大陆太近了，解放军只要动用一小部分力量就可以看住韩国，让他一兵一卒也派不出来。日本的情况与韩国类似，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现役兵力数量不少，舰艇的战斗力相对也比较强，因此呢，可能会在东海方向对解放军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台湾北部的登陆行动或空降行动形成威胁。不过这样的战争潜力在一轮大规模的火力突击之后也就所剩无几了。日本资源匮乏，战争潜力薄弱的问题在2战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今天呢也没什么大的改善。至于澳大利亚和英国就更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动员起来了，澳大利亚甚至连人力资源都无法保证，英国远隔万里能让2个航母战斗群顺顺利利的到达东亚，那就算是创造奇迹，就要烧高香了。当然了，结果也只不过是给东风导弹当靶子而已。如此分析，在整个西太平洋，美国唯一指望得上的可能就是日本自卫队的现有兵力了。等到日本自卫队打光，美国人就要唱独角戏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自己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同时放开日本的手脚，让日本也扩军备战。以美国当前的财力，想做到大规模的扩军是不可能的。日本虽然一再想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但是真的要想大规模的征兵，恐怕也脱离不了一个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大规模演习2021实际上是一场穷折腾，再怎么演习也改变不了美国江河日下的现实了。好，这句话里就说到这里。